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魏，我现在人在深圳哦，破音，深圳。Daphne 又出现了，实话 Daphne。实话哦，我以为你说实话，很容易实话 Daphne。没有，你现在表现得蛮好的。我刚睡醒，昨天有点宿醉。对，我昨天晚上7点多刚到深圳，然后一落地我就直接被抓去吃牛肉火锅，还蛮好吃的，叫阿水，就是有一些牛骨髓之类神奇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吃完已经10点了，我还被带到一个酒吧。虽然我真的很爱喝酒，但我昨天喝到快睡着，因为那家酒吧真的是走一个精疲力竭型，它叫 BEAU， 薄。这是一个深圳这边蛮热门的酒吧，然后我觉得它的酒呢，比较像是台北那种 draftland， 就是预调好的，价格我觉得有惊艳到我，因为一杯只要68块，算蛮便宜的吧。重点是呢，我觉得这家酒吧的气氛其实真的蛮好的，因为老板很帅，然后里面的人也都很有趣，所以后来就在那边跳得很开心，玩得太开心，下场就是我现在有点累，所以现在11点才来到第一家山雀烘焙。带着我们的面包去找咖啡哦，就在隔壁。深圳第一站来到这个 G&G 园区，这里感觉就是那种产业园区，就是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办公室，然后外面这边有很多的店家，这个气氛布置的蛮 cozy 的。它是走一个那种丛林原木风，宿醉就要怎样喝咖啡。先来喝这一个小青柑汤力美式，超酷的，它是那种去油解腻的小青柑加上美式。这一桶里面就是有小青柑，然后也有荆棘，所以其实喝进去是荆棘的那个酸，但再到后面会有小青柑那个涩感，就是把那个酸止住。哇，这个超解腻，好快乐哦！这是非常搭配我接下来要吃的这一个伯爵蛋糕，它看起来 heavy 到不行。伯爵 cheese 蛋糕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它的时候想到了柏林，不是陈柏霖，是德国那一个柏林，就是它看起来是一块朴实无华、很老实的朋友，但是呢，它吃进去以后内心超奔放的。首先是它那个 cheese 乳酪非常的厚重，非常的 creamy， 吃进去以后很像吃了一大块 cream cheese 的感觉，但是它的甜味跟伯爵香会慢慢的出现。伯爵味不是走爆浓的那一种，是比较偏美式甜的那一种伯爵香。早上吃这个太爽了吧！结账的时候不小心看到泡芙有货，15块人民币一个，这么大一个，我就觉得不吃一下有点对不起自己。它好重哦，看它屁股的线都要流出来了。分崩离析了，朋友们啊！里面奶油太多了，它那个壳呈现不住它的重量。这一颗太扯。我来深圳之前呢，就听很多深圳朋友，还有包括很多观众留言说，深圳真的没有什么好吃的。我后来研究了一下，其实深圳不是没有什么好吃的，是没有什么很本地深圳的食物。但是很多食物其实在深圳都发挥到了极致。我觉得这颗泡芙就可以说明这个观点，它真的是一颗非常优秀的泡芙哎。首先是它的外皮非常的薄，然后在薄的时候又保有那个酥脆的口感，顶部的那种糖衣有点像菠萝面包那个部分呢，也非常的脆，奶油香很重，但是又不会很腻。再来呢，它灌入这么多大量的鲜奶油以后，这个皮完全没有润掉，这真的超级厉害，应该是非常新鲜的一颗泡芙。它里面的馅料就是偏普通那种香草香气，但是它的质地也做得非常的舒服，就是有一点凝冻，介于卡士达跟凝冻之间那种感觉。然后馅料灌得非常的满，所以你一口咬下去会爆浆的那一种，没有什么出彩的调味，但是口感方面非常教科书的一颗泡芙。叫什么名字？谁？报上加名。你。他们两个在追逐员外游戏。第二站来到了蛇口市场，寂寞的无骨鸡。谢谢。我现在真的蹲在路边吃饭，这真的是所谓的路边摊。人家其实是有店面的，但是因为生意太好了，就是吃东西的人大家都溢出来到人行道这边。我没有想到会排队啦，但是我刚才远远过来的时候，发现大排长龙，而且听口音都是在地人在卖，感觉是非常受居民欢迎的一家牛杂店。
它卖的品项其实蛮简单的，就是牛杂还有萝卜，然后当然你可以加一些粉面啊，就是变成了一个主食。我点最便宜的15块的萝卜牛杂，没想到这个15块看起来像50块一样，这一碗也太大了吧！里面的东西多到已经有一些我认不出来的部位了，牛肚、牛肠、牛筋、萝卜、豆皮、牛的某个肉，看起来应该是内脏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。哦，它闻起来超香的，都是那个萝卜的清甜。它的牛肚是种软 Q 系列，是真的很有 Q 劲的那一种。我本来以为它在那一锅牛汤里面滚这么久，应该会变成像金钱肚一样，就是比较偏软趴趴的牛肚，没有，它超 Q 弹。牛肠，雨是不是变大？对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它处理的超干净的，完全没有大家害怕那种牛杂可能会有的腥味。最期待的牛筋，喜欢软烂类型的人呢，我觉得来这间会有点失望，因为这间都是走需要比较多咀嚼的。但是它所有东西的 Q 劲其实都完全没有到硬，在一个恰到好处的软 Q， 哦，超推！你看它舀汤的时候是舀了一勺卤牛杂那一个汤汁，然后再搭配很多萝卜的清汤，所以里面其实2种甜味都有，好吃的，对吧？萝卜又很甜。这时候下雨什么意思啊？雨超大，直接加汤，直接加汤。第2家关键字被遮住，烧腊饭店。我本来以为它是比较偏小吃，但它其实是一间正经八百的餐厅，人家是有圆桌，然后圆桌上还有转盘的那一种，所以比较多是那种家庭聚餐会来这边吃。然后它其实除了烧腊以外，还有蛮多海鲜的，因为蛇口市场其实也在蛇口渔港的附近。但是我今天真的吃不下了。深圳也有洗碗筷的习俗，这一锅看起来好好喝哦。不要，不想吃太多，所以点了双拼，结果还是很多，傻眼。点了一个脆皮叉烧拼烧鹅，这2个都是这里的金牌。脆皮肉超肥，加一点酸梅酱。这脆皮烧肉跟我之前吃的不太一样，因为之前吃的脆皮烧肉应该是皮的分量会比较多，然后吃下去脆的口感会比较为主导，但这一家吃进去，其实会先感受到的是肉质的那种柔软，然后因为它油脂的含量比较多，所以还会有一点油脂 Q 弹的感觉，最后才会不小心咬到一点脆皮比较偏焦脆的地方。肉跟脆皮的比例就是蛮不一样的，我自己比较喜欢吃那个脆皮多一点的地方，但是它肉的处理就蛮好的啦，就是猪肉是软嫩的，然后也没有那种猪臭味。金牌烧鹅给它一点机会，这个皮看起来哦超脆。金牌烧鹅蛮好吃。不愧是金牌，它的烧鹅也太好吃了吧！它的那个皮非常的脆，而且因为皮有一定的厚度，所以其实它吃起来会有点像威化饼干，就是会有那个空气脆感。它的饼干空隙里面呢，就是又覆满了鹅的油脂，吃进去超级的香。然后底层那个瘦肉的部分呢，也处理得非常的软嫩，就是我觉得它的鹅味不会到很重，是比较偏清淡路线的鹅，搭配上酸梅酱，一点点酸甜的感觉。哦，这个东西。我完全没有看过100%的下雨几率在深圳发生。今天、明天我带了2天，然后礼拜1又没下。雨神。百草堂祖传凉茶铺这一家算是蛇口数1数2的老店，基本上你搜蛇口美食，一定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这一家百草堂。为什么没有在店里吃呢？因为店里的环境真的非常的竞争，它算是一个内用的话，你要排1-2个小时的那一种热门名店，所以我就选择外带。然后今天因为下雨天，所以我觉得游客没有那么多，不然听说平常外带也是要等个半小时之类的。我今天蛮顺利的，大概10分钟就拿到了食物。品项选择也蛮多的，最有名的好像是杨枝甘露，然后还有一些桃胶类型的甜品，会让你眼花缭乱，就是所有的配料 C50取个3之类的组合，超级多。芒果黑糯米，但是我这一碗还有加了一点西米露。糖水铺这么多，这一家这么排队，我也是很好奇它到底有多好吃。它的西米是煮的比较软糯的那一种，不会 Q， 然后紫米煮到非常的化开，就是已经没有完整的紫米粒了，只有一点点紫米碎跟紫米浆，它的甜度都不会太高，就是真的是蛮食材本身的原味。甜味来源主要是这个椰浆，所以整个味道就蛮和谐的，但是完全没有惊艳的感觉，可能期待太高了啦。糖水好吃程度1到10的话，我觉得它大概是7分诶。这家店我觉得是属于如果有刚好路过，然后排队不用太久，可能排个20分钟的话，我会停下来吃的美食。但是有要排到1-2个小时嘛，我觉得应该还有更多类似的选项吧。讲到这个就想到一个话题，
就是前阵子我不是去嘉义吃东西嘛，然后就有那个喷水火鸡肉饭，就是基本上现在大家都会说那是观光客才去的，本地人都不会去之类的。可是就有一个观众留言跟我说，其实他们从小就吃喷水鸡肉饭长大，只是后来因为被报道，然后观光客越来越多，然后可能店家也忙不过来啊，所以品质稍微有点下降，他们才渐渐的因为不想排队没有去吃，但并不代表说排队美食就不好吃。我觉得这家百草堂应该也是，就是它当初红起来应该也是有它的道理，毕竟它就是味道不错，然后价格实惠，这样一碗20块钱有找。可是它现在渐渐变红了以后，大家就会抱着很高的期待去吃，然后吃到以后会觉得稍微有点失望。睡了一波，来到了海上世界，好感人哦！我的头上永远会有雨伞。海上世界在蛇口这边，然后有12号线的地铁通过。它的重点呢是一艘法国建造的豪华游轮停在这边，上面有一些饭店啊、餐厅之类的。它附近还有一个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，这边就会有很多的展览，然后还有一些咖啡厅。逛完逛来到了三池咖啡，这家我在小红书上面看到蛮多打卡的，本来没有想特别进来，但是我看到了一个东西，我就忍不住走进来下单了。龟苓膏鸳鸯，把龟苓膏丢到鸳鸯咖啡里面，太酷了吧！虽然这一小杯要38人民币，真的贵爆，但是我还是买了。若隐若现黑黑的东西就是龟苓膏本人，龟苓膏吃起来完全没有味道。整个被咖啡的味道盖住，没有那个龟苓膏的苦味。咖啡本人是蛮优秀的，是花果香调比较重的那一种拿铁，口感是不错啦，环境也不错。我觉得如果来海上世界这边逛累了，的确蛮适合坐下来喝一喝的。然后他们家除了龟苓膏拿铁，还有蛮多特调类的品项，我觉得应该会比这个龟苓膏拿铁更有趣一点。来球冰淇淋作为本日的结尾，我要 quote Stephanie 讲的话：深圳难以被超越的冰淇淋店 Cream Story。他们家的口味我觉得算蛮多元的，不只是有经典的那一些什么 pistachio 啊，然后巧克力，还有一些蛮特别的口味，像是刚才赤盛那个贵州白酒，还有这一个鲜橙生姜。刚才的冰淇淋制作过程有一点久，本来以为它是挖起来放到杯子里面就没事了，可是它还在就是冰柜里面炒了一下，有一种炒冰的感觉，所以现在冰淇淋本人其实是感觉有被炒出筋性嘛，有点黏黏的。我吃的鲜橙生姜，它其实是蛮雪芭的那种口感，就是非常绵密的冰粒，是比较清爽的口感。味道的话，我觉得是走一个温和清新派，因为它的酸味没有很重，姜味也没有很重，是蛮平衡的。但是如果我再做的更大胆一点，我觉得也会不错。今天的深圳蛇口一日游呢，我觉得算蛮成功的，除了下雨的部分。大家都说深圳没有好吃的东西，我觉得今天吃到的东西都还不错啊。那蛇口就吃到这里了，深圳应该还会再吃一天，下一集见。